只要你的水肥管理得当，这些苗子我们都能给它做成这样的一个根系。一直在栾川的高山上弄我们的新基地啊，感觉有半个月的时间没有回我们的飞羽农场了。抽个时间回来看一看，看一看陈教练还有大表弟、小表弟他们把这边打理的怎么样了。最近一段时间温度变高了之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草莓开始进入开挂阶段了？这些都是桃熏啊，花也比较大，花也比较多。桃熏在天冷的时候表现是不太好的。这些红颜们都开始旺长了，这是大家看到的淡雪啊，淡雪的叶片长得也比较大，淡雪的叶片一直都是皱皱巴巴的。这是天使 AE 啊，天使 AE 它们的休眠期也比较长，最近一段时间长得比较壮旺，根系还是比较粗壮的。那些是越秀，眼前这一片是现在来说长得最好的十方，全部都是黑珍珠啊！这个黑珍珠现在的根系长得也是乌嚷乌嚷的。前一段谁要黑珍珠？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黑珍珠，这应该是红颜吧？应该是红颜。这些黑珍珠它们花现在也比较大，然后的根系也比较好，就是因为黑珍珠在1个月前左右，我给大家发的那些去打叶子和侧枝、疏花、疏果的这样一个结果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叶片长得肥厚而粗壮，所以这就是之前我们有舍才有得的一个结果。现在这一颗十方的长得基本上跟盆栽那么大了。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1个月前这些去掰侧枝、打花枝的那个视频，对比一下，也就这1个月左右的时间，这些苗子都长得比较粗壮了。这些都是种在十方的盒子里面，它们的根系已经从盆子扎到了盆外。这些根系我们倒一个看一看，看这个黑珍珠还是经过我们的管理，前期的去掉了侧芽和花枝，现在它的根系已经长得非常多了啊。好，到这儿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，这是去年我们开始弄的荷兰 ABZ 的夏日微风系列的玫瑰和樱花 Cherry Blossom， 这些我们今年可能都会有一定量的 ABZ 的品种。桃熏从7方的盒子里面长成这个样子，一个7方长到了这么大啊！它们的叶片就大家说的桃里桃气的，非常的壮。天使 AE 和雪兔，这个是雪兔，它俩基本上是一样的。现在过了休眠期，温度升高了之后啊，基本上已经开始到了开挂期啊，叶片从那么小的小叶片开始长大，这个几片叶，4、5片叶，叶子已经看得比较厚实，也比较粗壮了。这些是我们去年种在种植槽上的，因为前一段时间天气突然变高之后，它们产生了旺长还有缺素的表现，没有给我留一个果子，因为没有人管它们，就变成了有多少果子都给采下来直接给吃了，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只能见到一些花。这些红颜，这应该是张姬，这边是越秀，这些都是玄玉。这边有很多其他的少品种啊，美味 C， 这个是建德红，这个是枫香，这个是粉兔，这是紫霞，这个是 AE， 这个是红玉。我们还有一系列的品种啊，佐贺清香呀、酒香呀、菠萝呀、梦之莹呀、粉玉啊、美香砂、天仙醉啊，这边是初恋，还有月后姬，这边是太空2008。这些品种我本来是打算今年跟大家一个一个结了果子做评测的，可是近半个月20天我都去了高山的农场，在这边没有监控，果子他们也没有给我留，都偷吃了。看看这些桃熏啊，现在可以证实桃熏相对来花是比较晚的，但是一旦它们开花结果，也是非常大量的花和果。
是桃熏做过成功的桃熏，他们依然没有给我留。这个地方是他们没有发现的一个桃熏，长得授粉一般，虽然没有全红，但是应该超过了70%红，要不然我一个也吃不到，把这个给摘了尝尝得了。这个时候的桃熏真的是太香了，太香了，一股非常非常浓的桃子的味道，像香水的味道一样。桃熏的花真的是非常的大啊，这个就是一直跟大家说的银玉啊，银玉也被他们给吃光了。这个就是银玉，带着荧光的一个白草莓，特别甜，它的花朵也特别大，花枝也特别的多。这是鬼怒柑的长势，鬼怒柑的长势长得也比较爆。这个是白蜜香，白蜜香刚刚看到了一个果子，但是没有熟啊。白蜜香的果子是比较硬的，它们熟的时候有一股青苹果的味道，比较脆脆的。这个白蜜香的果子在没有成熟的时候显得会比较绿。现在表现最好的依然是我们的闯地苗，闯地苗也是连续的下果，而且果子是比较大的。哟，还有一个小红果，他们没有发现。这个时候的果子应该不是特别的甜，但是基本上红了，还是脆脆的，酸酸的。这边说了，今年只有这么多的银玉的种苗，去年留的根系已经扎满了。这个苗子也是温度高了之后开始长起来了，叶片发的不错。而这边全部都是梦之营的种苗，咱们看梦之营的根系啊，这盘子全部给长到下面了。看这个根系好吗？还不错吧？我们的雪兔也有很多啊。这是菠萝，菠萝做的血盘，菠萝长得也不错，菠萝梅。虽然它们都不大，但是根已经都开始扎满了。这就是温度合适的时候，水肥管理得当的时候，这些苗子长得都不错。这些是雪兔，摆不下了。现在的苗子是比较多。这个没有看错的话，应该是美白鸡。其实美白鸡表现跟桃熏基本上是一样，这些长势都是比较好，根系也是比较狂的那种啊。这是它的根系，这是一个小气方的盆子，它们能长成这么大。这些发红发褐色的叶片就是从冬天过来的受冻叶片的表现。在受冻的叶片之后又长了4个叶片和2个花枝。这些一看就是我们最兜底的闯地苗了啊！闯地苗表现一直都是非常的不错，不管是耐冻啊，还是耐肥啊，还是耐热呀，还是耐病啊，它们的表现一直都非常的好，而且根系也非常的爆啊。这个算不算爆根啊？这个也是从越冬苗过来的。这些是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一直以来就是又细又弱的感觉。看到这些颜色有点发黄的叶片，就是它们长得比较快，温度高，低温一旦起来之后，而水肥没有完全跟上，就发现了一些叶子不是很绿的这样一个结果。这是小白啊，这是金雕小白。金雕小白咱们今年也只有这么多去做留种苗了。立雪啊，立雪的表现也一直比较好。这都是去年扦插的血盘，看一下这个根系啊。还是跟大家说了，只要你的温度合适，只要你的水肥管理得当，这些苗子我们都能给它做成这样的一个根系。如果温度高、湿度大，它就会沤根；如果盐分高，它就会烧苗。所以我们避免了这些，水肥管理好了之后，我的苗子在气温各方面的条件充足的时候，慢慢都会好起来的。这些是一直不敢保证对版的选育，这些是我留的比较少见的品种，白蜜香呀，还有美香沙呀、迷生姬之类的。看的那些叶子皱巴巴的不讨喜的，可是它的果子特别讨喜的，就是淡雪。而这里面我们的牡丹和芍药都已经长出来了，这里面有大概13个品种的非常高级稀有的芍药。而这个咱们看一下，绿色的牡丹，它叫绿木，快开花了，快开花了，这些花苞慢慢都要开花了。
这个上面大大小小有超过15个花苞。目前来说，这个小农场他们管理的虽然乱，但是苗子还算比较健康。我将会把这些种苗挑10到20个品种，带到我们的高山育苗基地。今年将在山上育真正的高山草莓苗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草莓，如果喜欢种草莓，请关注跟草莓死磕到底的手艺人飞宇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